今日话题是我被表哥侵犯了。话题畅聊室精选了一位网友的故事，并选出了网友们的感触。荧幕前的你们如果有什么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来看看网友的故事。我是一个女初中生，在我7、8岁还是5、6岁的时候，大姨家的表哥侵犯了我，没错，就是强奸。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性，记得他当时叫我过去，然后侵犯了我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当时在干什么，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。他不止一次侵犯了我，还有一次是在小姨家。直到长大，我开始懂什么是性，什么叫做男女有别，什么是侵犯。本来我以为这种东西离我很远，但是它就发生在我身边。我打这篇文章的时候情绪没有太大的波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因为当时发生在好几年前，还是当时太小。我还记得他当时带着他的女朋友到我们家做客的时候，看到我的眼神，那种躲闪的眼神是为什么了？因为他不安，他不敢面对我。在我开始真正意识到他侵犯了我的时候，我没有想过该怎么办，要不要报警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妈妈给我说他马上要结婚了，问我去不去。我第一次因为这件事感到不快，他凭什么结婚？他没有资格结婚，他为什么犯了罪还可以过得这么好？我想要报复他，可我该怎么报复他？我不敢告诉妈妈，我的家是重组家庭，妈妈只有我一个亲女儿。我想过，如果我真的告诉她你的女儿遭到了侵犯，她会不会疯掉？如果她为我做主，那妈妈和大姨的关系会怎么样？我的人生会怎么样？家里的人会怎么看我？那个罪人会不会受到惩罚？如果我选择自己报警，这也是难上加难，警察会不会相信我说的话？能不能帮助我？都过了这么久，我除了让那个人自首，亲口承认他犯过的罪，我还能拿出什么证据？那个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，而我却要承受这些，这公平吗？他凭什么过这么好？他凭什么像个没事人一样？这是我的错吗？如果我当时知道什么是性，如果我当时喊妈妈过来，这些事还会发生吗？我该怎么面对未来一切对我好的人？我该怎么面对未来的伴侣？我想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我该怎么办？下面网友安慰道：孩子，这件事不是你的错误，是那个禽兽的错误啊！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以后的日子里还会遇见让你很温暖的、很快乐的人和事。可以看得出，这位网友对题主的遭遇深深地表示同情。这样的事情放在哪个父母面前不心疼啊？同时也告诫了我们对子女要及时进行性教育，保护好我们亲爱的孩子不受伤害。下面还有网友气愤道：都这样了你还纠结啥啊？直接报警啊！连一个小女孩都不放过，这样的人不配拥有家庭。真想不到他以后会对自己的女儿做出什么事来，赶紧报警将他绳之以法。这位有些偏激的网友评论一出，便引来了其他网友的回复：兄弟，我知道你很激动，但是你先别激动。首先，你也不想想他报警后会引来什么后果，有可能事情传出去后对他的未来有影响，也有可能像题主说的，没有证据没法立案，就算报警立案了又能怎样？题主会因此走出阴影吗？又会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未来的伴侣？又或者是在学校同学如何看待自己？我并不是提倡题主不要报警，我只是想提醒一下，要慎重的思考，做出最有利的选择。这位网友考虑的确实很全面，在生活中要做某件事时一定要仔细分析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后果，导致我们后悔终生。最后来听听下面这位网友的感受和感触。性教育的缺失让很多的女孩蒙受伤害，不仅是身体上的，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，并不是一句年少无知能释怀的。它造成的影响可能已经到对性的认知和对自我的认知上，让自己无法对性爱有正确的看待和对婚恋关系有正确选择，重新认知自己，疗愈自己。首先，被侵犯不是你的错，你是受害者，不要觉得自己犯了错，你要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。其次，合理维护自己，如果受到侵犯，一定要维权，不要怕被别人看不起你，不要让犯罪者纵容法外。还有，对性有正确看法，性并不是可耻的，只是你遇到了这样的人，导致了你的错误认知。建议看些心理学的书，从自我认知上改变。希望你以后的生活快快乐乐，忘掉曾经的不愉快。这位网友也是详细的告诉我们该如何面对和解决相同的问题。
那么荧幕前的你觉得他们的评论怎么样？对于题主的遭遇，你有什么感触和想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这里是话题畅聊室，我们下个话题再见。